历史课本当然了，永远是今天的政府希望今天的人民知道的历史啊。变法就是一次由皇帝发起的激进的少数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式的妄想搞的这种改革，搞得全国民不聊生，整个底层没办法适应这种改革，于是戊戌变法又失败了，然后等等，被迫走向革命。布尔什维克冲上街头，这个是布尔什维克或者叫共产主义最擅长的地方，就是擅长战斗，擅长宣传，擅长斗争，整个其他地方都没动，没有人反抗。为什么没有人反抗呢？大家一定要听我这句话，最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向全国人民许诺立即大选，立即由全国人民选举立宪会议。整个十月革命一共死6个人，伤了可能50个人，也就这样。所以咱们这个稍微来讲一下这十月革命啊。其实我不太想多讲政治观点啊，我是一个一直在讲自由主义读书人，我对政治没有什么明确的倾向性。我特别希望是把历史还原出尽量的真相啊。虽然历史其实没什么特别真的真相啊。曾经的一对夫妻历史大师 Durant 夫妇，旧时代的大师啊，今天大家看，当然最好看原文啊，文笔极其的好，这个文笔像诗一样的文笔，不像今天的历史学家啊，完全像科学一样研究历史。而旧时代历史学家，咱们《史记》就是一大文学作品，实际上，但是他们没那么老啊。我看到他们1968年出版的书里面有这句话 ：“Most of history is guessing, and the rest is prejudice。”这大家记住这句名言，什么意思呢？就是大部分历史是猜的，剩下那一小部分是偏见。就这句话说的太好了，就实际上没什么真实的历史，大部分历史大家来猜，小部分就是偏见啊。但是无论如何，离得这么近的十月革命啊，咱们还是说两句啊。苏联后来的东西咱们都不用讲，因为大家很熟悉了啊，什么二战啊，什么大清洗啊，肃反啊，咱们都不太讲。咱们就讲这个在历史课本里偏差最大的，也是对我们国家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我们不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我们带来了马列主义吗？所以我们来讲讲十月革命。今天的俄罗斯的历史课本啊，大家不是很爱纠缠历史课本的问题吗？历史课本怎么写的？历史课本歪曲历史啊，如何啊？历史课本当然了，永远是今天的政府希望今天的人民知道的历史啊。所以过去的苏联历史课本把十月革命说的哇，简直就全世界就因为十月革命这一声炮响，全世界都变了啊！整个世界从那里开始进入现代史啊。过去的苏联历史课本是这么讲的啊，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的分界线就是在1917年的11月7号，就俄历的10月25号这一声炮响，之前叫世界近代史，之后叫世界现代史，这个吹成那样了。今天俄国历史课本里面几乎就把列宁说成德国间谍了，快啊！就说是政变啊，说是在这个列宁拿了德国人的钱啊，这个买了武器，然后发动了政变啊，推翻了临时政府等等吧。现在又变成这样来说十月革命，所以我觉得呢，课本都放一边，不管谁的课本，我们来说一下目前因为俄罗斯档案都解密了嘛，这个苏联解体以后能看到的整个十月革命的这个情况，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推翻沙皇的是2月革命，那不是十月革命啊。2月革命就相当于我们辛亥革命啊，一声枪响叫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啊。咱们这是不是封建制度，中国咱们就不讨论了啊，就是一声枪响，至少是皇权社会结束了。这边也是2月革命一声枪响，皇权社会结束了。当然2月革命非常的容易，就像辛亥革命一样容易，都是因为这个中国也好，俄国也好，是积累了很多年，基本上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这种革命的孕育、革命的火花、革命的宣传、革命的各种各样的准备。所以我们几乎是辛亥革命一声枪响，连连级干部都不是发起的一声枪响，整个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2月革命也是，这个也是俄国社会经过长时间的心理准备。这个2月革命的根本原因，我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跟以后各个国家是选择改革还是选择革命都有借鉴意义。就是俄国的沙皇实际上在接受西方的各种东西的时候，他是企图改革的，尤其是亚历山大二世，当时已经准备要立宪了啊，他废除了农奴制，都准备要立宪，所以做了很大的改革，结果他被刺杀了。被刺杀在就现在圣彼得堡的滴血教堂，滴血教堂里头有一小亭子，就是他就在那个地方被刺杀。然后沙皇们的改革出现了这么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普通底层人民觉得沙皇改革太快了，他跟不上。因为沙皇的改革是比照着西欧来的，但是西欧当时已经工业革命有大工业，
能够吸纳大量的工人在大城市里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所以西欧当然要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当然要把贵族掌握着农民的这一套制度打破，因为贵族掌握着农民，农民出不来就工厂里没工人，所以他就照着那套改革。问题是俄国当时并没有形成西欧那种强大的大工业、大城市能吸纳大量的工人，所以底层觉得你改革了以后，我这跟不上，我这给我干嘛去啊？所以出现了很多农奴，最后又回到奴隶主这儿，说得了，我还是跟您种地算了，我在大城市里我没事儿干，没那么多大工业在这里，啊，俄国的最后军舰还得去找英国、德国去造，去订货去，自己只能造一部分军舰。军事可是一个国家最厉害的、最需要自主的东西啊，它都没能全部自主，更不要说其他大工业都还不存在。但是知识分子就觉得你改革太慢了，因为俄国这些知识分子全是说法语的，一天到晚在到处旅行着。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没事在德国写信给他老婆，说德国什么什么样的。这普希金一开始都不会说俄语，是说拿法语写作，说法语。后来被强行要求说你学俄语才学俄语。果戈里也不太会说俄语，果戈里是乌克兰人，所以这个大量的知识分子说着法语在欧洲旅行，然后对整个的这个世界渴望追上，渴望自己的民族腾飞，这都能理解啊。大家知道这个俄国第一次真正的现代意义的革命，1825年的12月党人革命，12月党人就全是一群青年贵族，就这群青年贵族觉得哇，我们这民族怎么这样，我痛苦痛惜，然后为这民族惋惜，必须猛回头警示中，然后于是起来革命，当然被镇压了啊，镇压当然普希金什么都被连累了，于是也发配克里木半岛什么什么之类的。在当时知识分子形成了一股不谈民主自由就不时尚，就不谈民主自由就没范儿，就一定大谈民主自由，然后大谈改革，大谈怎么样等等等等。所以沙皇这改革两头受气，两头不讨好。底层人民觉得你这干嘛呀？我们这挺好的，这日子勉强还能过。你这么一弄，我连土地也没，我什么都乱七八糟了已经。然后这知识分子就觉得你怎么还不赶快干呢？你赶快改革呀，你赶快弄。所以整个这改革处在底层人民也不满，是知识分子也不满啊。在这种情况下，那中间出现了很多次啊，1905年又有一次，然后等等等等多次的这个反反复复啊。我们这儿也是，如果对比我们当时，我们也是啊，这洋务运动开始搞，然后这边太平天国开始又起，底层人民也不干了，然后汉族为首的那些大臣们又不干了，搞洋务运动，是我们又激进的戊戌变法吧？那么激进，搞戊戌变法就是一次由皇帝发起的激进的少数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式的妄想搞的这种改革，搞得全国民不聊生，整个底层没办法适应这种改革，于是戊戌变法又失败了，然后等等，被迫走向革命。这俄国也是中间试过好多次啊，这个皇帝要立宪也好啊，还是知识分子要反抗也好，人民也要反抗也好，人民也起过义啊。然后经过很多摸索不行了，就是最后被迫进入革命。这革命的成本啊是巨大的。当然了，开始革命的人总是想尽量减低点成本啊，所以2月革命非常像我们辛亥革命，很文明。2月革命就是连沙皇想镇压都没镇压了，然后镇压军队直接就拒绝向人民开枪。那拒绝向人民开枪，那于是沙皇当时不在圣彼得堡啊，因为一战的前线打仗什么，沙皇还很喜欢跑前头弄去。然后等这边彼得堡2月革命了，然后想来镇压，结果军队拒绝向人民开枪。然后沙皇要想前线调部队，因为数百万俄军在前线嘛，调部队回来镇压，前线全体将领通电要求沙皇退位。大家想这个好熟悉啊，想想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南下，然后袁世凯开始说，那我们觉得不应该镇压革命，我们应该改朝换代。那就是旧军人最后推翻了清朝，最后袁世凯授意以段祺瑞为首的数十位北洋军将领一齐在前线通电，要求清帝退位。这边也是全体前线俄军将领通电说，为了祖国，恳请皇帝退位。皇帝一看这没办法了，这全体将领让我退位，所以皇帝退位。皇帝退位以后也没杀，也没辱。就非常像我们辛亥革命开始跟俄国革命一样很文明的啊。辛亥革命是我曾经讲过第一季的时候叫最美好的2天，叫1912年2月12号清帝文明和平退位啊，也不抓不辱，继续紫禁城里住着，每年400万大洋给您养着。但是这个成本可比革命要低得多啊，你别看400万大洋，你真的革命4个亿都拿不下来。好，
以外国君主方式把您养在这个，我们很有智慧啊，说您当外国君主，在中国流亡的方式养在紫禁城里。第二天，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给袁世凯，就是我履行我承诺，谁让清帝退位，我把大权交给谁。哇，全世界都看傻了，说好文明的革命啊！这可是给俄国做的表率，这可是1912年啊，我们已经做出表率，说文明的革命。那后来我们最后一会儿再讲，后来我们跟俄国也很像，我也是2月革命，很文明。于是将领通电，皇帝退位啊，于是大家临时政府上台，临时政府上台以后，向全世界公告说，我们遵守俄国和全世界签订的所有合约啊，包括同盟的合约，就是跟协约国之间英法，我们不能出卖兄弟。我们虽然是那是我们自己，我们不喜欢皇上，我们想要自己更民主的国家，但是我们还是要履行作为一个国家的义务。所以临时政府就说我们继续战争。当然这一条俄国人民就已经不高兴了啊。俄国人民推翻沙皇是因为战争打得太残酷，而且关键是你不打胜啊。当时德国的那些社会主义者可纷纷的都变成了支持威廉皇帝打仗的人，因为他老打胜，人民就是民粹主义高涨啊。于是第二国际都解散了，这个恩格斯组织第二国际就是因为原来是社会党国际都是说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结果一打仗德国老打胜，于是德国里边那社会党那些人就开始支持皇帝，因为人民都支持嘛。但是俄国这不一样，他老打败仗，不停的被人家兴登堡啊什么打得屁滚尿流，一会儿被全歼几十万人，一会儿被全歼，所以俄国人觉得战争实在打不下去，死那么多人，数百万战俘被关在德国战俘营里。所以当临时政府要求继续战争的时候，人民就已经不太高兴。再加上临时政府犯了2个大错误，当然2个大错误其实也没太大问题，因为临时政府就不停的换嘛。我可以稍微简单的讲一下当时在圣彼得堡的情形。当时有一个苏维埃，就相当于是一个临时议会吧，类似于这么东西叫苏维埃，有一个临时政府啊，基本上是有俩东西，在临时议会里就是所谓的苏维埃里啊，基本上都是社会党人，就是当然有激进的社会党人啊，也有这个比较平和的比较温和派的社会党人，就叫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是希望用议会斗争的啊。临时政府里一开始临时政府啊是有保皇党人啊，有这个立宪派呀，乱七八糟反正都在里面啊。但是经过几次，比如说他们犯了几个大错误，就几次换政府，实际上10月革命应该算第6次换临时政府，它不能算一次真正的革命。就是临时政府之前已经换了5回了，就是越换越变成社会主义的，越换越变成社会主义的啊。包括这7月份的时候，临时政府傻了吧唧下令前线进攻，企图以胜利鼓舞一下士气，然后把自己的合法性搞起来，结果进攻又被德军打得大败。德军已经推进到李家从这儿开车没多远了啊，就波罗的海3国到那儿去了。然后于是中间还出现了张勋复辟，这个当然他们这儿不是张勋啊，我们那叫张勋复辟，他们这儿也是一位这个忠于老皇帝的老帅，也搞了一次复辟在彼得堡，这跟我们辛亥革命之后发生的各种事情是非常的像啊。复辟的时候，结果布尔什维克原来是一个很小的党派，在全俄国只有23000党员啊，在这个圣彼得堡这首都只有2000党员，属于一个非常小，绝大部分俄国地区都没听说过这布尔什维克。但是布尔什维克在接连不停的换这个临时政府的时候，他们宣传机器掌握的非常好，不停的宣传自己，尤其是在他们的叫俄国的张勋复辟，就是他们来复辟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冲上街头，这个是布尔什维克或者叫共产主义最擅长的地方，就是擅长战斗，擅长宣传，擅长斗争，然后冲上街头啊，带领工人，然后这个策反军队等等等等，最后那个复辟失败了。复辟失败以后，于是临时政府又下一次台，再下台这一次就已经变成几乎全部都是社会主义者掌握的临时政府。这就是10月革命前的那个临时政府，就是10月革命要革的这个临时政府的命。这临时政府不是历史课本里写的资产阶级政府，资产阶级政府已经在2月革命到10月之间这8个月里全部被淘汰掉了，资产阶级的党啊，保皇派的党，立宪派的党已经全部被淘汰掉了。所以10月革命前夜啊，这个临时政府几乎全部由社会革命党人啊，以及他们自己，布尔什维克是社会民主党里面的多数派，叫做布尔什维克，他们同一个党里还有孟什维克啊，就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全部都是社会主义分子，只不过他们宣扬的是温和的社会主义，就是靠议会斗争啊，这样来改革。其实社会主义也靠议会斗争成功过呀，西班牙就是共产党社会主义曾经选举上过台啊，但是完全是社会主义化的政府，而且也准备好了土地的问题，已经几乎很社会主义的土地问题的方案
以及停战的方案都已经在讨论。就是这个时候啊，列宁同志在党内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说这个时候不能再等了，这个时候必须要夺权，因为他们也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也是社会主义者，这个就没法办了。原来是大家团结起来搞沙俄，搞这个皇帝，然后搞资产阶级，现在这必须由我们来掌握，这个不行了啊！这个再多说一句啊，这个今天的俄罗斯课本说啊，列宁怎么拿了德国人的钱，然后怎么啊买了武器来革命，我觉得这个历史我觉得还是应该稍微的公正一点，就是当时革命的时候，列宁同志确实是不在俄国，2月革命的时候推翻了沙皇的时候，他在瑞士流亡在瑞士啊，托洛斯基同志正在奥地利的这个咖啡馆里喝咖啡，就相当于我们辛亥革命的时候，苏中山先生正在美国 Phoenix， 他自己说在刷盘子啊，后来据考证其实不是在刷盘子，他没那么穷啊，毕竟那么多华侨给他募捐嘛，住在一个很好的公寓里面，但是苏中山先生也不在现场，于是苏中山先生就当然他先去了欧洲，又去了日本啊，去联络各国嘛，然后再回来啊，说我来领导革命，因为我跟各国达成了一些秘密的什么什么协议啊，你支持我如何如何。列宁同志也很像，这一革命，列宁同志一看哟，没有我的领导，这革命已经成功，于是就跑去跟德国人谈。那最后列宁怎么穿过前线？你说这个一战前线啊，双方数百万大军在前线，您怎么穿过前线回到了圣彼得堡？当然是叫著名的叫铅封列车，就这部列车被德国用铅封住，而且给了叫治外法权，而且给了确实应该是有钱啊，而且给了各种各样的优待，最后绕道瑞典、芬兰，这个回到了这个圣彼得堡啊。这个过程中，你说他是德国间谍，或者是完全成了俄奸，我觉得还不至于。那至少德国人认为你们布尔什维克是想停战的，对吧？那如果能在东线停战，集中精力去打英法，在西线会比较好。那列宁同志为了革命的成功，那就去谈判嘛，谈一谈，说如果你送我回去，那我愿意停战，那等等。我觉得这不能叫间谍，是吧？还是为了他觉得布尔什维克上台能拯救俄国，那还是为了俄国着想啊。那我们所有辛亥革命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也跟外国有很多交易，就为了支持自己。那袁世凯也有很多交易，孙先生也有很多交易，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那时候苏联共产党支持我们当时也有很多说我们愿意付出什么，是吧？你们来支持我们等等。我觉得这正常，这都不能叫间谍或者叫俄奸等等。总之吧，两位革命领袖啊，列宁同志回到了圣彼得堡，托洛斯基同志回到圣彼得堡。在中国所有老一辈的观众看着列宁在10月，列宁在1918，而且是东北话配音的那班子啊，就是由东北电视局配音的，列宁同志、斯大林同志都说着这个东北话的，就不知道有托洛斯基这人。实际上，俄国革命的最大的两个领袖应该叫党的缔造者是列宁，军队红军的缔造者是托洛斯基，啊，这两位是当时党最高领导人。但是在这个整个这个电影里，列宁在10月，革命在1918，大家知道这两个电影什么时候拍的，大家就明白是36年、37年，就是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进入大清洗时代的时候拍的这两部电影。所以这两部电影的所有的导演们、编剧们每天都等着被枪毙，因为就怕哪儿没拍好，因为那个时候杀太多人了。这个大清洗肃反我就不想多讲啊，咱们会在各种地方带到，这上千万人就是杀掉了几乎所有的红军将领。这个列宁时期的几乎所有中央委员，列宁死之前的最后一届中央委员，在下一届开会的时候就剩一个人活着，就恨不得全部被杀光。所以这个导演们、编剧每天坐在那儿，箱子都收拾好，准备被枪毙。在这种高压下拍的，所以托洛斯基当然是没有的，在那些电影里。托洛斯基是后来被迫流亡，列宁死了以后，一直流亡到墨西哥。大家如果看过一个得过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的电影叫《菲达》，是讲的是墨西哥一个大美女画家，她还跟托洛斯基流亡时期，托洛斯基还好过，有一腿。托洛斯基躲在他们家，后来躲在墨西哥一堆保镖护卫着的情况下，最后还是斯大林派杀手拿斧子给砍死了。所以在列宁在10月，列宁在1918这样的电影里面啊，在列宁身边的那个战友变成了斯大林同志。但是其实当时斯大林同志还没有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啊，当时党领导核心是以列宁同志、托洛斯基同志以及一些什么季诺维也夫同志、加米涅夫同志，其中季诺维也夫同志、加米涅夫同志还是反对武装这个政变的啊。当然列宁同志说服了大家，说这个时候必须要夺权了啊！你看我们在反对这个俄国的张勋复辟啊，因为那名字太长我就不讲了的时候，我们还训练了我们的赤卫队啊，有一些忠于我们的这个士兵和军官啊，士官生，军校里士官生倾向革命啊，水兵最爱革命啊，
这个阿弗勒尔号上的水兵最爱，因为水兵为什么最爱革命？因为常年在海上漂着，也没有女人，然后就也没事干，很郁闷，然后每天就学习各种革命宣传小册子，然后学习列宁同志的各种东西。所以水兵倾向革命，说这个时候如果等他们把这些政策公布出来了，那我们就没机会了，所以立即夺权。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俄历10月25号，我们还说公历吧，10月7号的时候啊，在3次表决之后，前2次都是多数布尔什维克的这个领导人反对武装动手啊，列宁同志不行，继续表决，然后表决又没通过，列宁同志继续演讲啊，列宁同志是一个非常能演讲的同志啊，继续演讲，最后在列宁同志的坚决演讲下，大部分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同意了啊，有2位非常高层领导人，就加米涅夫和基诺维耶夫坚决反对，他们居然在《真理报》上登报反对武装起义。这里头是大怒，说这不是出卖我们党的秘密。其实从登报这件事就看出来，其实当时并没有什么很大的机密，因为大家都是社会主义，这谁代替谁的问题。而且全国人民实际上都在等待第一次选举，俄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选举。不管谁当选，你只要让我们选举，那都是临时政府嘛。我们选举完了，真正的政府上台啊，议会上台。所以其实10月革命的之前，公开的辩论、公开的争论，连这个要不要这个武装都已经登在报纸上了。2位中央政治局的最高级的领导人，然后反对列宁，然后等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强行要求表决，于是就10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就是这阿弗勒尔号上，其实没有向东宫开炮，而且当时阿弗勒尔号也并不是后来讲的似的，在这个涅瓦河旁边的什么一个桥下，当时实际上是阿弗勒尔号受伤了，正在船坞里检修，所以船上没什么水兵。然后船上的一个机械师因为倾向革命被任命为阿弗勒尔号政委，所以他指挥开了空包弹就没弹头，空包弹，梆，其实就是个信号嘛，啊，于是工人赤卫队就冲到了东宫，于是东宫守卫的司令官就打开了东宫的大门。啊，东宫里面本来也只有2个营，一个是妇女营，一个是士官生营。士官生本身就很激进，很支持革命，啊，所以他们才会去当卫队，因为那里边已经全是社会主义的党在执政。那于是就冲进了东宫，这个士官生也好，这个守卫东宫的这个军官也好，就带着他们到了部长们正在开会的地方，于是就把部长们抓起来了。啊，整个这个所谓的10月革命，后来说的怎么在东宫激战等等，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我们的历史学家到东宫来，还问人家说，当年激战那个炮弹或者枪打的眼儿在哪儿？你们怎么给弄的这10月革命纪念？然后人家这样的解说员，当然已经是俄罗斯时代了啊，说对不起，10月革命实际上在这一枪都没放，实际上布尔什维克第2天的报纸都写一滴血未流就胜利了，啊，这莫斯科那于是也起来了。啊，整个其他地方都没动，没有人反抗。为什么没有人反抗呢？大家一定要听我这句话。最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向全国人民许诺立即大选，立即由全国人民选举立宪会议。而布尔什维克说，我们为什么发动这个政变，是因为他们不想让人民选举，他们或者想拖着，啊，说他们想明年选、后年选，我们就想我们一上台，马上全国人民就选。而各地的苏维埃，那个时候苏维埃还不控制在布尔什维克手里啊，各地苏维埃一听说，哎。那你既然要选举，干嘛要抵抗啊？反正大家就选举完，2月以后新政府上台，你们只是临时看摊而已。所以布尔什维克非常聪明的以这个口号上台，导致全国没有抵抗。整个10月革命在全国一共死了6个人。大家知道，每天在街上被车撞死的可都不止这人啊！每天喝多了，这个俄罗斯爱喝酒，喝多了掉水里那死的都不止这人。整个10月革命一共死6个人，伤了可能50个人，也就这样。所以也是一次相当和平的，然后全国也都觉得挺好。既然你要快选举，咱们就快选举。所以就立即革命之后，就所谓10月革命，实际上就是掌权之后吧，啊，要兑现承诺啊。当时列宁同志说了一句重要的话，对全国人民说：我们布尔什维克上台以后，哪怕在选举中我们选失败了，没有能够执政，我们也尊重全体俄国人民的选择。那人民觉得更好了，那你就10月来吧，您就执政吧，甭管几月了。是不是我们大家来选举就好了？于是列宁同志上台以后，立即紧张的开动宣传机器拉选票。但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在全国基础实在太弱，全国才2万多党员，那全国人民都没听说过这党。但是在全国这个社会革命党，其实就是原来临时这个政府以及苏维埃的重要的党，是有很强的群众基础，它也是社会主义党啊，也执行社会政策。所以在列宁以及布尔什维克执政的情况下，在疯狂的宣传，然后拉选票等等情况下，10月革命1个多月之后就开始了选举。结果一选，
选傻了。布尔什维克刚开始公布的时候才23点几，拼尽全力才选到了24.7%，社会革命党选到了60%啊，就几乎就是 super majority 到这个地步，就是你们全退出，我都可以单独开会，就到过半，到这个地步。列宁同志在选举的过程中就发现不对，就开始通知各地的苏维埃说，选上的只要不是布尔什维克，就停止选举，或者叫重新选举。但是全国没有一个当地的苏维埃听了列宁同志的，因为苏维埃都不是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各地的苏维埃都想说，我们俄国好不容易到了今天，人民有了第一次俄国开天辟地的选举，干嘛要停下来？让俄国人民选嘛！而且这中间还把其他党抓的抓，杀的杀，逃的逃，就是把非社会主义党，就是立宪派的党、自由派的党，全部的抓起来，该杀的杀，该轰出的轰出，驱逐的驱逐。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只剩了2个社会主义党在竞选，以及其他的民族党。大家知道，俄国是一个大民族熔炉，有那么多民族，那边有鞑靼共和国，这边有车臣，这边哈萨克斯坦等等，这么多民族，所以实际上就是2个大社会主义党以及几十个民族党啊在竞选。那民族党当然没有多少选票，就本民族选本民族的党呗，也就是这样。格鲁吉亚的选格鲁吉亚的党，亚美尼亚的选亚美尼亚的。2大社会主义党选完之后，社会革命党60%选票，布尔什维克24.7%啊，在这种情况下开会了。这列宁同志拿出一个叫无产者权利法案，叫要求这个立宪会议通过啊，相当于是布尔什维克起草的宪法吧，等于是这样，然后被拒绝通过啊，拒绝通过以后，这个布尔什维克以及率领几个民族党就退出了这个立宪会议。退出立宪会议以后，人家说没事，我继续过半数，因为人家一个党社会革命党就过半数了，人家继续开会。这列宁同志一看，议会斗争已经不行了，因为他全退出了，人家还是过半数，还能开会，还能再立宪。所以列宁同志只好最后叫图穷匕首现也好，叫最后这个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也好，但是你自己要求的选举啊，就选举完了开会的时候，出动工人赤卫队啊，出动布尔什维克武装，强行驱散了立宪会议啊，这件事儿实际上在今天的俄国历史里是比10月革命更重要的事儿，叫1月巨变，或者叫1月政变。就10月革命其实问题不大，全国人民都认为没问题，咱们选举就好了。选举完了以后，全体的民选代表来到圣彼得堡开会，然后被你强行驱散，用武装。这个时候全国可就不干了，这个时候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游行、士兵起义，就是同样是阿夫勒尔号的水兵率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在苏联后来的历史上，这等于是阿夫勒尔号第3次起义了。第一次是2月革命，他支持推翻沙皇；第2次10月革命，他开了第一炮；第3次你居然竟敢武力解散就全国人民选举的这个立宪会议，所以这个阿夫勒尔号水兵又起义了，但是这次被镇压了啊，这个叫做克列施塔德叛乱啊，被当成叛乱，后来还拍了电影啊，什么什么等等。工人上街强烈抗议布尔什维克驱散民选代表，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居然向工人开枪啊，在首都的街头啊向工人阶级开枪，而且立即关闭所有的其他社会主义的报纸、杂志等等等等。当时有一个统计，就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的上半年所关闭查封的报纸跟杂志超过了整个沙俄100年啊！这一件事情激起了全国巨大的动乱。本来你就没掌握政权，10月革命以后全国都听你的，是为了选举。当你驱散民选代表的时候，但是在街头向工人阶级开枪的时候，那全国就不干了。于是就民选代表立即就逃出彼得堡，逃到乌拉尔，逃到格鲁吉亚，然后另组政府，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护法战争。那我们那时候本来有个临时约法，等于就是临时宪法。那这边北洋政府废除临时约法，于是南方的各部开始，包括这边蔡锷开始啊护国也好，这边孙中山开始护法也好，陷入内战。我们本来也有最美好2天，清帝和平退位啊，孙中山和平交权啊，最后就是因为到底要不要全国人民选的这个国会在北京开会，要不要保卫我们的宪法约法吧，于是变成了护法战争啊，护国战争开始。中国从那时候开始陷入一片内战。俄国也是，当这些人民选举的代表逃到了乌拉尔一带啊，逃到了古比雪夫啊，逃到了这个第比利斯，开始在那儿有开会，他们的人数还是过半，他们在法定上是合法的，他们人数过半可以开会啊，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决议、法律等等等等。
于是全国陷入一片混战，而这混战非常像我们后来的军阀混战。一开始大家都打着说，反对袁世凯称帝啊，这个维护临时约法，都是打着正义的旗号，紧接着就被各种军阀野心家所利用，所以中国后来就陷入真正的军阀混战啊。虽然每个人的旗号通电的时候都很好听，每个军阀通电的时候都是说我要再造共和啊，每个军阀通电的时候都是我维护民主，维护约法。那最后通电都成了民国时候的这个文学集大成。大家李玉堂先生写过一个有关通电的这文章，大家去看看，很有意思。说当占领了一个县的时候通电写什么，占领一个省的时候通电写什么，然后占领半壁江山的时候怎么通电。这边俄国也是一开始是打着这个保卫人民选举的结果啊，这个保卫这个立宪会议的方式，各地开始起兵，紧接着就被各种前沙俄的保皇的军队啊，皇帝下面的贵族等等等等就利用了。就是后来大家我们的历史都学到了高尔察克啊、邓尼金等等的这些白匪军。我今天还是要清楚的说，历史什么是真的就是真的啊。十月革命这块说清楚，但是也不能说高尔察克是正义的，邓尼金是正义的。高尔察克起兵以后，特别倒霉的就是这个立宪会议代表们还是过半数啊，就逃到乌拉尔一带。然后后来先开始依托高尔察克的旧白俄军队，开始这个所谓的这个保卫这个立宪的战争。但是紧接着高尔察克干了一件事，高尔察克又强行驱散了已经逃到了乌拉尔地区的这些立宪会议代表。所以这些民选代表很倒霉。现在圣彼得堡被驱散，曹那边组织内战，然后准备夺权的时候，又被旧军阀的代表高尔察克强行给驱散了。于是高尔察克就再也没有什么幌子可弄了，直接打起救俄沙俄的旗号。于是俄国陷入一片内战。这个时候没办法了，就是布尔什维克要生存啊，不能被消灭。那于是只能采取一什么办法呢？叫丧权辱国。就是列宁当机立断，冒着全党的反对，全党那时候已经是大多数人反对啊，说不能这样向德国投降，因为停战跟投降可是两回事啊。列宁说这不行了，那全国都起来，咱们不能就得向德国投降。这个时候已经遭到了党内高层的极力的反对啊，说我们布尔什维克如果刚一上台就向德国投降，那在全国人民中间是怎么看？列宁说那不管了，这个时候革命胜利是第一位的。所以大家知道革命的成本是最高的，革命比任何一种改良的成本都要高。所以在列宁的坚持下，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条约。应该说这个世界历史上都很少有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个条约割让了几乎占俄国最繁华的所有地区，占了俄国人口的 44%， 但是这 44% 人口所在的地区的工业占到全俄国的 75%。割让这块地方有多大呢？现在的波兰当时是没有的，是属于沙俄的。现在的波罗的海三国现在当时是没有的，是属于俄国的。现在的芬兰、诺基亚当时是没有的，是属于俄国的。就割让大片土地，然后芬兰也独立了，是波兰也独立了，波罗的海三国也独立了，乌克兰等等等等全割让了而且赔款就是德国你说吧，反正我也没钱你说赔多少我就签，只要你现在就给我停战，让前线的几百万军队回来，这个能听我指挥然后把你战俘营里的战俘几百万战俘给我放出来我现在要打仗于是就是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换取来了大批的军队、武器等等等等。实际上一战的结果是德国败了美国当时已经宣战了只不过军队还没有来到欧洲。当时再坚持其实根本不用割地赔款当然了，这个后来协约国联合起来，包括中国也参战了中国也宣战了加入协约国派了这个10几万20万的这个民工来到了欧洲挖战壕等等等，最后协约国倾尽全力打败了德国。当然我也说过，最终打败的其实不光是协约国的武装力量德国也革命了，因为俄国革命是很有传染力的俄国水兵们也起义了，然后也革命了，再加上当时1918年在整个西欧发生了西班牙流感，就死了上千万人的西班牙流感，所以一战打不下去了。这个打不下去以后，德国投降以后，布尔什维克又发表一声明说，因为德国战败了，所以我们跟德国签那协议不算数了但是不算数了，芬兰也独立了，波兰也独立了，这个大批的国土丧失，然后陷入残酷的内战内战期间的事儿咱们可就听得多了咱们从小看到的什么钢铁怎样炼成的各种各样的战歌，大量的战歌实际上不是
卫国战争时期战歌，是内战时期的战歌。因为内战时期为了鼓舞士气，布尔什维克有大量的那种红军的战歌啊。内战我就不细讲了啊，这边打这个高尔察克，打邓尼金，打等等等等，东南西北都要打。北方已经不能算内战了，因为协约国战胜了以后，马上就觉得这个俄国这革命不靠谱。不靠谱什么呢？因为当时跟英法是一头的，英法有大量的军火为了支持俄国，运到了摩尔曼斯克，就是北边的港口。摩尔曼斯克有大量的协约国军火在那儿。然后还欠很多钱呢，当时为了让俄国一起来打，跟德国奥匈帝国打，借给了俄国大量的钱。说这都怎么算呢？于是英法率先出兵到摩尔曼斯克，说保护我们这个送到俄国来这些军火。然后大家就问俄国说：“你这新政府来了，欠我们那些钱呢？为了战争，我们借你那么多钱，不认账，不认账不行，打！”啊，于是各国出兵。当时历史上一直讲叫14国，14个帝国主义出兵，实际上也没有14国啊，到底有多少国，实际上也说不清楚，因为很多国是刚刚独立的啊。波罗的海3国算不算14国里的？实际上，原来列宁曾经在一个电报纸上，因为他听到当时丘吉尔在英国议会里说了一句话，说很快就会纠集14个国家啊去打这个新生的这个苏俄，当时还叫俄国啊，这个打这个苏维埃俄国啊。所以列宁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随手在纸上写了14国，他觉得会有哪些国家？他写的是英法美日。然后这个波罗的海3国，然后这高加3国就是什么阿塞拜疆啦，什么格鲁吉亚等等，他写了，其实也没那么多国家，但是主要帝国主义也都出兵了，英法出了兵，美国出了兵，美国出兵之前讲过了啊，那没有真正打，日本是狠狠打，因为日本要抢库页岛啊、海参崴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然后要抢整个西伯利亚大铁路，连北洋政府也出兵了，那北洋政府也是协约国呀，协约国也战胜国，所以跟着大家一起出兵，一方面是出兵护侨，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我们为了参战。训练了参战军，然后派了大量的民工到前线去挖战壕。战争结束以后，我们那些民工可没那么多钱啊，说买船票坐船回来。大量的前线的民工，大量的就是曾经派出去过的参战军，是从俄国要万里自己走回到国内啊，这个是很少历史里写的啊，把北洋政府写得一团黑暗。实际上，北洋政府参加一战，为中国谋来了很多福利。一战以后，收回了很多租界地，收回了关税自主权，慢慢收回了治外法权，等等等等等等。北洋政府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啊，出兵也是一个，啊，之后呢，变成倒过来了，先是我们出兵，14国出兵这个俄国，然后俄国这个布尔什维克胜利以后，红军胜利以后，虽然惨痛的损失啊，死了几百万人，白俄最后被打出来了，打出来以后怎么办呢？大批的逃到中国东北，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东北人叫老毛子，大家今天去哈尔滨，去中央大道啊、马迭尔宾馆啊等等等等，看到哇，完全就是一俄国城市。就苏联革命以后，哈尔滨成了这个在苏联之外最大的一个俄国人聚居地，就在哈尔滨。然后后来逐渐开始往上海移，因为上海租界多，尤其是苏联红军又追来了，在这生活了几十年，刚生了一代孩子。这个很多传说啊，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什么公主卖淫啊，以及这个将军给人擦皮鞋啊，那你没办法嘛，你是贵族，所有贵族要么你古拉格啊，要么被消灭啊，要么你就逃到哈尔滨来，然后没法谋生。俄国人本身，尤其贵族们啊，这个会写文章，当然贵族们出现很多作家，但是真正谋生，贵族没什么本事，所以在这确实沦落得很惨啊。但上海是有统计的啊，上海的俄国的年轻妇女差不多80%都从事色情行业，在那卖淫。然后在哈尔滨的俄国人后来大批转到上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二战后期，然后苏联宣战，向日本宣战，苏联红军打到了哈尔滨，一看红军又来了，隔了30年，红军又来了，于是大批哈尔滨俄国人逃到上海，在上海又形成了一个俄国社区。后来有大量的在上海的当时叫美专、英专啊，出现了大量的俄国的教授、俄国的教师，因为俄国的人文化，尤其是贵族们啊，文化水平还是很高，所以很多人谋到了教职，所以在上海的学校里教中国人美术，在上海学校里教中国人弹钢琴，教中国人音乐，等等等等等等，这是白俄流转的下场。然后后来我们又解放了，这边又待不下去了，所以最后又逃到了美国，啊，大批的俄国人在美国，这是我们以后要讲俄文化的时候要讲的啊，这个大家会吃一惊，很多人都是俄国后裔。俄国人民当时惨极了，是白色军来抢完了，红军来抢，红军来抢，他不叫抢啊，红军叫余粮征集制度。这余粮征集制度就是说，你把余粮都给我，其实不是余粮，是所有的口粮，不管是地主、富农、贫农、农民，因为红军要打仗啊，百万红军要打仗，白军来也要抢粮，红军来也要抢粮，还有绿军。绿军就是白军是旧沙俄军队，红军是布尔什维克，绿军就是那些立宪会议的那些代表，是民选代表，
他们组织了既不是红军又不是白军的绿军，也在克里姆半岛等等这些地方也打。美日军队来都要吃都要喝，然后俄国人民陷入到空前的悲惨中，然后烧杀抢劫，整个俄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打成一片火海，死了多少人到现在也没有具体的统计，最少的是说600万，最多说死了1500万人，就俄国一共才多少人你想想看。所以是极为惨痛的内战，加上10几国帝国主义干涉军等等等等。当然了，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有一点是非常强的，就是极为善于斗争，极为善于在战斗中鼓舞士气，不是很善于，我说的是最原始的共产主义啊，不是很善于建设。当然我们国家，当然我们改革了很多了啊，已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我们现在善于建设。当年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也好，恩格斯也好，列宁也好，从来没写过怎么建设一个国家啊，只是写怎么斗争，然后斗争中间鼓舞了无数共青团员、共产党员那些战歌啊，有位小战士年纪非常轻，不求你的帽子上闪着红星，不求你就是红军的第1骑兵军，然后南征北战，然后涌现出大量红军优秀将领，后来都被斯大林在大肃反中杀光了。其中涌现出像图哈切夫斯基27岁统帅红军，一直打到不但打败帝国主义干涉军，一直打到华沙城下啊，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年轻将领，然后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然后南征北战。所以整个俄国内战时期，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你从这个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角度看，当然是波澜壮阔的，当然是可歌可泣的，当然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然是非常值得敬仰的，所有人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在战斗，而且是跟全世界战斗啊。但是你要从另一方面讲，俄国的普通人民，俄国的农民遭受了浩劫，俄国的知识分子那就更不用说了，数以百万计的俄国知识分子，而且大批的是社会主义者。俄国知识分子大量都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希望这个俄国能改进，能一举超过所有的这些帝国主义国家，都被关进了，就是后来因为所有人尼琴啊等等这些俄国作家蜚声世界的叫古拉格群岛啊，百万知识分子被关在那里，大批的社会主义者高唱国际歌在里面抗议，然后在里面当然死亡是大部分啊，俄国农民啊，俄国知识分子遭受了最惨痛的浩劫。说到古拉格群岛以及后来千千万万的苏联劳改营啊，跟大家说一点事情，大家记得咱们小时候学课文，说这列宁同志在监狱里的时候拿牛奶往纸上写信，然后写完信以后看守看不出来，然后一送出去以后拿着火一燎，看见列宁同志写什么信了。我当时就想，我说我这沙俄帝国的这个监狱还挺好嘛，列宁同志还有牛奶喝，不但有牛奶喝还喝不完，而且还可以写信啊。后来仔细研究一下那个时代的文献，我觉得很有意思。现在俄国因为所有文献都解密了啊，在沙俄时代实际上对知识分子哪怕是革命者还算是比较宽容的，包括12月党人也就是流放啊，普希金也就是流放一下啊，等等等等，包括列宁、托洛斯基，现在有照片为证啊。托洛斯基被关在沙俄的监狱里的时候，是穿着皮靴、皮衣，冬天穿着皮大衣，夏天穿着非常漂亮的衣服。然后托洛斯基那些所谓的同志们，就是他的那些下属们，人人都是皮衣皮靴，然后还有合影一起在监狱里。后来布尔什维克就是因为自己在监狱里受到很多优待，还能组织革命组织，然后还更加团结，而反而有了一个说哟，不能对他们太心慈手软。咱们那时候他们对咱们心慈手软，结果咱们革命成功了。于是在这个苏联时期的古拉格群岛也好，以及后来在西伯利亚，在各个地方的大规模的劳改营，规模大到什么程度？苏联时代有1600万人被关押过劳改营，国民生产总值的最多的时候有1/4是来自于劳改营，这上千万的人在劳动啊产生的这个国民生产总值。虽然苏联时代国民总值很低啊，最高的时候也没有到过美国的1/10。当然了，有些人来辩论啊，非要说啊，苏联时代曾经到过15000亿美元的啊什么 GDP， 但是那个是苏联政府强行的这个汇率是他强行规定的，他强行规定1卢布换3美金，那么一算，你可不是 GDP 高嘛？但实际上在当时在黑市上是8卢布换1美金，那8卢布换1美金是实际的，那你非要1卢布换3美金，那你就得把苏联当时的 GDP 除以24才是实际的情况。实际情况就是没有到过美国1/10，大量的居然是古拉格群岛这些劳改营里产生出来的。当时布尔什维克已经就病急乱投医到什么程度，在战俘营里有一大堆奥匈帝国战俘是捷克人，捷克人是老想独立，老想反对这奥匈帝国，于是就把这帮捷克战俘弄成一个捷克军团。捷克军团本来是要打仗，结果这一战结束了，结束那就捷克军团你们就回去吧，回去以后就说你们这样，
因为这边都已经没有了，出海口全部被白军占领，那没有出海口也去不了，前线都这边西本都是前线。说那这样，你们带着武器去西伯利亚，把武器到西伯利亚交给我们在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红军，然后你们从西伯利亚上船，你们再回捷克。那捷克军团于是带着全副武装啊行军，走到一半就叛乱了。那马上就白匪军来了，就是救沙俄来了，说给你钱你就叛乱，于是捷克军团叛乱，又成了涂炭俄国人民的事情。然后当时正好跟着捷克军团一块走的有大批中国从欧洲前线回来的民工等等等等，然后在那里又被捷克军团这个盘剥呀、戕害等等等等。于是我们去出兵护侨，我们的干涉军，所谓的干涉就是我们的所谓参战军，是当时皖系政府借了大批外国的钱训练的很精锐的部队，出兵西伯利亚护侨。啊，确实护侨很厉害，中国第一次自己出兵啊，近代中国那么软弱被打那么多年情况下，北洋政府第一次出兵到外国。我们出兵护侨最有意思是我们跟红军没打过一仗啊，反而跟日军，因为日军是出动最多，中国出动7-8万军队到西伯利亚去，然后我们军队本来是跟协约国一起去打红军的，去护侨去，结果一看这日本人在旁边非常生气，然后呢，等红军打过来的时候，跟日本干日军打了一仗，在庙街打的时候呢，出动的这个护侨的北洋军呢，反而有小炮艇，然后这个红军什么都没有，红军没有重武器，所以红军就派人来跟这个北洋军商量说，我们要打日本，这个你能不能把你那炮艇上那炮拆下来借我们用用？然后北洋军一想，虽然我们是一头的，可是我们恨日本人，日本人来是红军打日本人可以，于是北洋军在西伯利亚的北洋军把自己的炮借给了苏联红军去打了日本。可见当时混乱成什么样，就是混乱的一塌糊涂。俄国当时病急乱投医，不但向德国投降，而且还向中国宣布，因为他为了拉拢中国，他想只要能拉一个朋友就是一个，因为全世界在打他。德国投降，向德国投降换取了时间空间。然后他2次发表声明说，我们废除，叫苏俄声明，我们宣布废除沙俄时代和中国签署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哇！当时中国人民听到以后极为振奋，都过了半年才传到中国啊，因为当时消息闭塞。中国听到以后极为振奋，因为我们有150万平方公里，不算外蒙啊，是因为那些不平等条约是割让给了沙俄。那新的政府布尔什维克说了，就苏俄政府说了，说我们废除，那不就是要还我们150万平方公里吗？于是全国人民非常振奋，中国人民对苏俄、苏联革命、苏联红军的第一轮好感。不是10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是苏俄声明要还我们那些土地。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人民立刻就调转枪口说，苏俄太好了，说你看那么多帝国主义欺负我们，从来没有一个还我们东西吐出来1分钱的，说苏俄政府要还我们土地。于是中国开始有了我们自己的支持苏俄的，包括孙中山开始联俄联共扶助工能啊，苏俄又派了人到广州支持孙中山政府，然后又开始办黄埔军校，然后我们这儿成立了共产党，然后大家都觉得苏俄很好。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很多爱国青年都说啊，说列宁说还我们，斯大林不还我们，其实列宁也没打算还。当时发表这声明的时候，叫反正也不是我的，因为当时要还给中国的所有这150万平方公里土地都在白匪军手里，所以反正也不是他的。他说那我就还你了，还你找他要去吧，找戈尔察克要去，找邓尼金要去，反正也不在我手里啊。等到他最后终胜利的时候，然后中国开始说，那我们谈谈吧，你们不是2次声明要还我们吗？然后于是苏俄代表来谈判了，谈判的时候说是1896年之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我们要废除，但是我们所有割让给沙俄土地都是1896年之前的那些条约割让的，说那之后我们可以谈啊，废除什么呢？庚子赔款我们可以不要啊，是吧？因为庚子赔款这个8国联军庚子赔款这个我们可以不要，江东64屯我们可以不要，江东64屯还有个惨案啊，被俄军什么屠杀。江东64屯是很小很小很小一块地，就在黑龙江这个岸边上，这儿可以不要，说我们只做出这让步，江东64屯64个屯你爱要，爱不要就不要。至于那些是俄国领土，我们继承了俄国，就继承了所有这些领土，根本不容谈。我们后来多次跟人说，谈，人说不要谈这个事情，就不要谈了。那后来我们又要依靠苏联，那很多东西苏联来帮助我们革命，帮助我们等等等等，那于是就不谈了啊。到最后，那已经到改革开放以后了啊，正式跟苏联签订了这个边界条约，这些就固定下来了。
所以整个十月革命，整个苏维内战是苏联历史上或者俄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段历史。而且由于这一次大内战导致了极大的阶级分裂啊，因为列宁马上警惕起来了，就原来说团结大家，团结这个团结那个都不团结了，说原来你们都跑那边去了。他从来不会反省自己，说是他解散了民选的立宪会议，人民才起来，他不这么想。于是就是阶级斗争开始提出来了，连刑法都改了。当时苏维埃刑法改成什么？但是后来又慢慢改回来了，叫在苏维埃国家没有个人犯罪，所有的抢劫、杀人、强奸都是因为被阶级压迫的反抗。就到了这个地步啊，大家可以看到列宁在10月，列宁在1918里，列宁同志在那讲说我们就那些富农，我们消灭他们，然后等等等等，掷地有声啊。列宁旁边还有一可爱的瓦西里啊，这个瓦西里在电影里是列宁的卫士，最忠诚的卫士。实际上在生活中，列宁这位最忠实的卫士，在斯大林大清洗中已经被斯大林枪毙，大清洗杀的人简直太多了，所以自己又重新造了一个瓦西里在列宁同志身边。那2部电影几乎全是假的，没有任何东西真的，包括布哈林要刺杀列宁等等等等都是假的。就后来斯大林死了以后，苏共给布哈林平反的时候，我们这儿很多老同志老干部都不干了，说怎么能给布哈林平反，他不是要刺杀列宁吗？然后苏联同志说，你们是不是看那电影了？列宁在1918，列宁在10月，布哈林同志没有刺杀过列宁同志，那都是被斯大林杀了以后，斯大林栽赃给他们的所有这些东西。阶级斗争就导致了整个苏联的后来就是防所有的知识分子，一直到苏联全民卫国战争的时候，最伟大的1941年10月7号，这个苏联人民到现在都纪念的红场阅兵。红场阅兵的时候，这个斯大林在上面讲说，全国的工人们、农民们、士兵们、商人们等等等等，列举了要一起跟德国人民奋战到底的俄国的所有的人里面没有知识分子他只是在最后一个提了一句脑力工作者们，然后等等，知识分子在俄国完全变成了对立阶级，然后被关进古拉格群岛，被发配西伯利亚等等等等。但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俄国知识分子大家看到逃亡出去的人后来有多大成就就知道，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是俄国最黄金年代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那一代知识分子是紧接着你想普希金开始，然后就是果戈里等等，然后契诃夫、托索耶夫斯基就已经快到了革命时代了托尔斯泰，然后就是这一代伟大的知识分子全部被消灭在古拉格群岛。连高尔基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是最支持列宁的，也是苏联最歌颂的，像我们歌颂鲁迅一样的歌颂高尔基，我们都要背诵海燕等等。高尔基就在1月9号，这个就是十月革命以后的第2年，就1918年的1月9号，当布尔什维克强行解散了人民选举的立宪会议，而且布尔什维克在街头向保卫立宪会议的工人阶级开枪屠杀工人的时候，连高尔基都愤怒地写下了1月9日与1月5日愤怒的这样的文章抗议列宁。高尔基在文章里写到说，从这一天1918年1月9日，布尔什维克在街头向工人阶级开枪，俄国知识分子100年的奋斗全部化为乌有。那整个苏联进入到另外一个社会，就是因为内战导致了这个仇恨知识分子完全的就被消灭掉的阶级，相当于然后完全进入军事独裁其实如果是俄国革命以后没有出现这么大规模的这些东西，大家能够比较稳妥的向前走，其实真的不至于出现到最后只能以军事独裁，只靠大拳头，知识分子阶层完全被消灭掉，最后导致一个军事独裁国家的崩溃。还有一个当时荒唐的，后来当然也校正过来了就是婚姻法废除掉。这个当时觉得共产主义来了，说这婚姻就是私有财产嘛，婚姻就是封建的，婚姻就是那些封建余孽，所以要废除婚姻法。大家变成什么呢？所有16岁到25岁的这个妇女要公有化。妇女公有化，我觉得这首先就不对。那男的为什么不公有化呀？只把妇女给公有化了。而且你们老的女人也不公有化，只把16到25岁的妇女公有化。然后大家谁要跟他这个已经只能叫交配了吧，然后就要写报告给书记。就这个事情在历史学家中有争论。但是现在看到大量的地方确实采取了，但是呢也有说是一个妄人，这妄人自己在报纸上登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自己组织了一个地方把大家都组织来，然后他去给人批条，然后他如何说，后来他还被判了刑。到底是就是一个妄人造的谣给苏维埃造的谣，给布尔什维克造的谣，还是确有其事呢？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确实历史证明，在当时俄国的很多地方，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地方，都发生了这种事情，就是年轻妇女公有化的事情。但是可能也确实没有查到布尔什维克有直接的中央文件说这个事情，那就应该这么说，就各地的，因为俄国太大了嘛，各地的布尔什维克各地的苏维埃组织，然后大家怀着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理解确实当时出现过这样大量的混乱，刑法也不要了，婚姻法也不要了，当然最后又恢复起来了这个厨房也不能要这个都不用看苏联时期了，就看我们50年代60年代仿造这个苏联造的那些房子，从我小的时候大量的人住的房子。后来我问过我妈，我说为什么没有厨房啊？我妈说我们学苏联苏联说了食堂才是公有制厨房就是私有制，所以不能有厨房，大家都要吃食堂，这才是公有制。所以革命有一个特别容易迂惑人心的口号，就是说我们要把旧世界砸烂，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世界。但是这个口号大家稍微认真的往深里想一下，任何一场革命也不可能把这个社会革成一张白纸，说这社会以前都没有了，成了一张白纸，我们在白纸上重新画出一个新世界，那是不可能的。世界上哪一场革命把这个已经延续了上千年的民族，延续了几百年的社会革成一张白纸？那这个民族内心的劣根性没有了吗？这个民族内心的很多不好的地方，贪婪的、冷漠的等等等等的，是暴力的，没有了吗？怎么能抹成一张白纸呢？这个民族原有的这些东西还是有只是不是他们在台上，变成他们在台上。这在台上的人难道是外星人吗？不是还是这个民族里面的人，这个民族原有的那些劣根性一点也没被革掉所以革命并不可能革成一张白纸，革命不可能把一个民族革成猿猴，说咱们重新进化一遍吧，咱们这民族有问题，咱革命了，全革成猴子，重新再进化成一个美好的社会，一个共产主义社会。那是不可能的。在马克思、恩格斯都专门写过文章，说为什么在俄国不能产生这样的共产主义，就是因为俄国不是无产阶级，不是大工业社会，大量的无产阶级，俄国是个大批的是农民跟小知识分子的社会。这革命导师都写过俄国不可能，但是你要强行革命最后就血流成河。当然了，苏联的革命是在没有任何先例的情况下，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也都没有仔细写怎么样，而且列宁的革命实际上是反恩格斯的，因为他所反的那个社会革命党以及那些温和的议会斗争的社会党派，就是恩格斯的第二国际。恩格斯第二国际后来逐渐转向成温和的议会斗争社会党，所以第二国际也叫社会党国际，是恩格斯领导的。那列宁为了反对那个，对吧，其他的社会党全都排挤掉了以后，所以列宁成立了第三国际，就是共产国际。所以恩格斯的社会党国际变成列宁的共产国际，在没有任何先例，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教材的情况下，自己去摸索着革命，当然犯了很多荒唐的这个错误很多事情已经不能叫错误了应该叫罪行。可是倒过来大家想一下，美国当时立国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的先例。美国立国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更不要说大家联邦制的、民主制的，然后这样的国家，他也去摸索了。所以我觉得，我经常说美国是一个幸运的国家，它因为地缘政治好，它那个地理好，周围没有强敌环伺，这边加拿大，这边墨西哥，然后两边都是大海，你可以自己慢慢来，就没有那种激进的人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因为没有那个需求。但是俄国没办法，俄国在整个一战中间，在整个强敌环伺的情况下一个很弱小的党，这个很强大的敌人的情况下，只能采取这种激进。所以实际上苏联跟美国在冷战时期，这世界上就是俩主演在那儿演大家互相抗衡着，两个国家都是应该叫当时两个伟大的国家吧，都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自己摸索出来的。但是美国一直坚持到了今天，当然也有很多问题但苏联就已经完全分崩离析了。那我觉得我们国家还好我虽然不评论政治，我觉得我们国家至少没有走向那一条路。我们国家至少今天能走到说资本家也好，工人阶级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商人也好，大家一起这个党也在改革也好，一起向着这个另一个更好的我们自己探索的方向在走，而没有真的重复。其实我们革命时代就没有重复十月革命，因为十月革命是中心城市革命然后靠血腥内战直接就赢了。我们是农村包围城市，那么最后我们进到北京、上海的全国人民已经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共产党。我们是这样慢慢一边战斗一边宣传，一边战斗一边土改等等起来。那个时候就发现学苏联是不对的，因为当时我们确实共产国际派人来，我们很多人留学苏联回来，就28个半28个半布尔什维克又要求中心暴动，我们学习十月革命，结果大批的共产党员，大批的我们党的精英在城市中心暴动中都牺牲掉了。所以毛主席才走了另外一条说农村包围城市路，
我们在建设中间先开始学苏联，最后也学成那样子啊。虽然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啊，但是最后还是要自己改革开放啊。邓小平还是很伟大的，自己探索出一条新的路，走到今天啊。苏俄的历史教训，我觉得不管从哪一方面讲，就比如说我们党来说怎么防备，不要像苏联啊那样崩溃啊，那是一种教训。那知识分子回头来看，为什么要选择革命？其实列宁也是知识分子，托洛斯基也是知识分子，斯大林算不上一知识分子啊，但是斯大林不是党的领袖，党的那一代领袖布尔什维克全是知识分子。列宁同志虽然上的是夜校，但是那也是圣彼得堡大学，那也是俄罗斯的北大呀。这个托洛斯基等等的都是知识分子啊。就是俄国十月革命消息传到奥匈帝国，奥匈帝国那外交部长都不相信，说托洛斯基是在咱们那个维也纳前面那咖啡馆潦倒落魄那文人吗？每天在那写点东西，说是他吗？说他革命成功了，大家都不相信。其实那也是一代知识分子，但是那是一代激进的知识分子，是极为激进，最后导致了这个国家这么多年的曲曲折折吧。当然中间有光荣的时候啊，打败了德国，但是到最后，今天的俄罗斯依然又被边缘化在这个地方。啊，依然还是要怀着对自己过去的各种各样的纠结也好、忏悔也好、遗憾也好，这个各种各样的复杂心情。你问俄国人民，俄国人民对苏联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我觉得普京总统说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忘记苏联就是没有良心，要回到苏联就是没有头脑。”我觉得这两句话说的是非常好，因为苏联毕竟是那一代人的成长嘛，每一代人都怀念自己青春嘛，战斗过的岁月。也确实是俄罗斯民族虽然在内部最惨痛的时代啊，但是对外是最光荣的时代啊。苏联红军马踏柏林已经到那个时候，那最后成了这样。但是大家怀念苏联曾经有过那些好的地方，那大家说，但是普京总这句话说得很好，也是大多数俄罗斯人民的心愿。历史档案里是被抹掉了。我去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17时代一直到革命之前，国家博物馆里的历史没有了，中间这一大段，整个苏联这段都没有了。你要真的想抹，那你只有真的说给大家全洗了脑，回到猴子时代，你没办法抹掉。就比如说这个城市，那当然是这个城市全民投票啊，恢复成圣彼得堡，因为原来叫列宁格勒，今年列宁啊，大家觉得哎呀，咱们还是叫圣彼得堡吧，于是全民投票。但是这个州目前还叫列宁格勒州，有很多遗迹你没法改掉，你没法把苏联时期的那么辉煌的那些大建筑，包括我们北京的10大建筑。全是苏联原件，或者我们学苏联的那些所有那些辉煌的东西，你弄不掉的。包括阿弗勒尔号，我上去看我挺伤心。虽然我个人对十月革命啊，对苏联有很多看法啊，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把它炸沉嘛，是吧？或者你可以把它拆了。你现在摆在那儿，然后又说政府说我们不能拿人民纳税钱养这玩意儿，比如就拨给一个少年军校，少年军校也养不起啊，养不起怎么办呢？在上头出租开 party。然后那些俄罗斯寡头啊，现在大资产这些寡头前去开 party，啊，甚至租给色情公司拍了色情片，这是真事儿啊，不是任何谣言。在阿弗勒尔号上，我觉得这个有一点过了。最后跟大家说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据俄国的民意调查，10年前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的人，啊，是很多的，居然在今天的俄国调查，俄国人民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的人下降了，持肯定态度的人上升了。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一组数字啊！包括对斯大林，那斯大林差不多，我问到的差不多一半，这一半人认为斯大林是魔鬼啊，确实杀了那么多人，肃反啊、大清洗啊、古拉格啊等等，但又一半人认为斯大林是英雄，因为他打败了希特勒啊，所以这个人民是怎么想的，不是少数知识分子能够去左右的，也不是少数知识分子能够洗脑的，人民就是在历史中，也人民在对自己的生活状态的对比中。会有很多不同的考虑跟反应。这个不光是苏联的问题，在很多的国家，人民都是自己生活好的时候，对今天的时代觉得满意；自己生活一不好，就对过去时代开始怀念。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里。